住滚烫的灵魂。我多想抱紧你，把你的恐惧化作信息，不再计较这世界公平不公平，像跟小孩一样安静。我跟着你细数爱的痕迹，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请让我抱紧你，去爱的彼岸，没有人学习。书签须知都看过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没了。放轻松，别紧张。当妈妈都是最勇敢的。一会儿手术室的人会过来接她。如果现在还要大小便的话，就不要下床了。好。你有小便吗？不。妈，你还记得王琴的手术方案？你不说这台手术有你没他吗？怎么，心甘情愿做阶下囚了？什么叫阶下囚啊？我这是本着对患者负责的精神，对他的方案进行检查和指导。得了吧你，你就挑人刺儿啊！白医生，我有必要提醒你，昨天的打赌。打赌是打赌，工作归工作。这台手术我不会让给你的。你俩不会是在打赌谁做手术吧？用不着，院有院规，一切安排听院长的。院长就是安排你给他做助手啊。听见了。
真的有必要做出手啊？不说话能憋死你啊！好，不说。肖医生，白医生，如果你仍然想跟我说王晴的手术，我该解释的已经都解释过了。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请你退出这台手术。很固执。彼此彼此。我固执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我的手术方案不会有任何问题。很可惜，你的方案有漏洞。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修改意见已经做了备注。还有，从你的手术方案来看，你很需要一个比你优秀的人来帮助你。手术还不错。你这个助手也算称职。如果换作是我，那根血管不会断。出现意外很正常，但如何冷静地处理意外，才是对医生的考验。我的追求是没有意外。不要追求这些没意义的东西。那是因为你能力不够。肖燕那手术做得真漂亮啊！咱们医院应该多来几个这样的医生，人长得好看，车也骑得好。哈，我建议你啊，去眼科看看。怎么了？眼睛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只贪图美色啊！有一根血管破了，没看见啊？你这个人就是听不得我们夸别人好啊！哎，你自己怎么不开车啊？我累。白医生，需要送你吗？不必。他为什么这么问你？套近乎呗。套近乎？醒了，快，芊芊，你醒了。醒了。孩子呢？孩子好着呢，是个男孩。3斤4两。我想去看看。哎，孩子不足月，早产，医生呀把他送到保温箱去了。啊，我们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让你看啊，不着急啊。你看看，那小家伙多帅呀！我的孩子，漂亮吧？好着呢。啊，妈，啊，
怕，让你们担心了。母子平安，比什么都好，我们都很开心。你爸给小宝贝起了个名字，你听一听行不行啊？叫啥？我想，叫秦小山。小山，哎，秦小山，秦小山啊，谢谢爸爸。秦小山，妈，我没事了。没事没事，都好着，都平安了啊。秦小山，没什么问题。老爷子，你恢复的非常好。是吗？对。太好了！哎呀，真的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啊？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白医生啊，放心吧，有我呢。他要是不第一本就送给你呀，我就不给他做饭，饿着他。哦，对了，多亏你提醒我了。最近啊，可千万别让陈老吃太多了。知道，记着了。好，那陈老您休息，我回头再来看您。哎，妈，你去啊，你先去忙啊。好。真好啊！白医生真好。哎呦，又没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啊。别急，让小妍来得及吗？你老胳膊老腿干嘛？看看，又嫌弃我是不是啊？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健步如飞。慢着点儿。等着我啊。哎呀，白医生，是26床。老陈，医生，救救他！站住，回避！救人呐！老爷子，你怎么办，老陈？老爷子，准备出山仪。白医生，已经抢救40分钟了。死亡时间13.50。
陈老是我国语言学科的一位优秀专家，为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老去世，我们医院很遗憾。陈老离世后，我们马上启动了医疗事件调查程序。经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白医生在心脏肿瘤切除手术、术后治疗和对老人的紧急处置中，诊断准确，用药精准，处理得当。白医生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及岗位职责。调查结果显示，陈老的去世与白医生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家属有什么要求，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医院会尽量满足。院长，我爷爷的死真的和白竹没有关系吗？先生，这是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如果陈先生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但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手术很成功，抢救也很及时，这点我没有异议，院长。但如果不是白医生非要给我爷爷做手术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意外了。我爷爷也就不会就这么没了。陈老的意外离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这种意外，谁都无法预料。您放心，我不是来找医院要钱的，我家不缺这个。那你，我就一个要求。我爷爷下葬那天，白医生去给我爷爷鞠3个躬，向我爷爷道歉。否则，我就委托律师跟医院走法律程序了。鞠躬可以，但这不是道歉。白竹，院长，陈老去世，我也很难过。但作为一名医生，无论是前期的诊断治疗，还是后期的手术和抢救，我没有犯任何的错。给人鞠躬没那么难，哪怕鞠100个躬都可以。但我是一个医生，我用自己的专业治病救人，我必须要尊重我自己的专业，我要尊重医生的身份，我更要尊重我自己。让他们去告吧，我就不相信你们可以告得赢。正好，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告诉整个社会，我们医生也是有尊严的，医生的专业也是需要被尊重的。陈岩，作为医生，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我不会为了我没有犯错的医疗行为道歉，这是在侮辱我自己。行，那我们法庭上见吧。请进。奶奶。院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不是，你说你好歹也是个博士啊，连个病历都不会写。患者说夜里想尿，12点起夜一次，2点又起夜一次，折腾好几回就是尿不出来。你当你写评书呢？他就这么说的啊。患者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吗？啊，那你怎么不写？患者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就是尿不出来，怎么办？”患者自述排尿困难，这叫排尿困难，懂不懂？徐医生，小陈念的是科研型博士，欠缺临床经验，这没什么大问题。小陈，没事啊，医生都这么过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医嘱还有病历都是医院最具法律效力的文书记录，所以一定要简洁还有准确。谢谢你，小医生。谢什么谢？去把急诊所有病人心电图给我做一遍。心电图我做过了。那就再去测一遍血糖。啊。陈志怎么了？徐然，你又欺负人？我欺负他，他欺负我，好不好？早被他气出心梗。肖医生，你听说了吗？白竹出事了。他怎么了？他的一个患者在术后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本来人家患者家属觉得手术风险太大，想保守治疗，他硬是说服了人家。结果术后患者从床上掉下来，就发生了意外。
桃花，你也说了是意外嘛，那白主的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呀。我就看不惯他不尊重患者、高高在上的样儿。你是他哥们儿，当然向着他说话了。哎，我是向着事实说话啊。院长，我家老伴儿啊突然去世，陈岩有点接受不了，他心里难受。因为他父母忙，从小都是我们带大的。小时候就喜欢和爷爷在院子里读书，读累了就在躺椅上睡着了，都是我的饭香味儿，又把他们唤醒了。我家老陈呢，生前就说过，人生老病死都是命，他的命数到了，这件事情你们没有责任。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刚愎自用、不可理喻，认为院长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吧？难道不是吗？如果我去道了歉，就是在纵容患者家属的不合理要求，是对我自己专业和医生身份的不尊重，是亵渎了医生这个职业。还好啊，陈老夫人比较明白事理。你总是有理。对啊，真理往往掌握在我手中。行行行，你掌握的都是真理，行了吧？
您让我去急诊，这么大事干什么呀？这是院里的决定，我只是通知你。院长，姜老师，我知道您为了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了，您需要惩罚我来平息众怒，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能接受，但也不用让我去急诊吧？急诊怎么了？急诊也是铜山医院的一份子，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份子。急诊马上要成立 ESU 了，正缺人手。陆主任跟我要了好几回人了，一直没有合适的。你不是号称心外一把刀吗？到那儿最合适。那您还不如干脆让我去妇产科得了。混账话，一天到晚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的，真拿医院当自己家了？反正急诊我接受不了。您瞪我也没用啊！您刚才也说了，我是咱心外的一把刀，那有多少患者是从我手底下起死回生的？我去了急诊，每天都遇到什么感冒发烧、窜肚子拉稀，我去那儿干嘛？够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我怎么会教出你这样的学生？走了。我觉得江院长这么做也是为了磨练你。去急诊就去急诊嘛，你就可以当去修炼了。等过几天他气消了，就会发现心外根本离不开你，到时候求着你回来，你就可以继续你辉煌的职业生涯了。来我们急诊怎么了？地球离了谁不能转？心外没了你还不能救治病人了啊！到时候你俩天天在一起，你可不能把我家白主带坏了。我把他带坏，他把我带坏好不好？你看他那样，天天把自己捯饬得人模狗样的，还动不动就手磨个咖啡，岁月静好，云卷云舒。那我就想问问你，不装能死啊你？能死？我们家白竹说了，能死。你俩真的是一对哈！院长，院长，这 ESU 刚成立，这经不起折腾啊！这什么话？你不是整天跑我这儿来，哭着闹着要人吗？我要的是人才啊！我要的不是搅屎。哎，这个怪才，它不利于我们的团队团结了。院长，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业务坐好了，我告诉你，
你是不了解白竹，他可是个好苗子。那好苗子到咱们急诊科不是浪费了吗？留给心外吧，心外需要人。那要么瑞士回来那个肖医生你也别要了，那个也是个怪才，但那个得要啊。为什么？要么都别要，要么都要了，你自己挑。院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哈，我也不怕您笑话。我知道急诊科上上下下的人都议论我，是我这个人做事儿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天天强调安全第一，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我真的不允许我自己还有急诊科有任何的麻烦。这个白竹，全院上下都知道，他就是个大麻烦。您听我把话说完哈，我知道他是您的学生，您这么做都是为他好。坐。可是这于公于私，我惹不起这样的麻烦呢。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现在虽然是急诊科的主任，但是前面不是还夹着代理2个字呢吗？我为了能让院里边能把这2个字去掉，我做事情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的。那于公，院里边好不容易成立了 EICU， 这也是大家多年来的愿望。我在急诊科干了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太多的危重病人因为缺乏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 EICU 成立了，弥补了这些缺点，给他们带来一些生的希望了，不是吗？院里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你们急诊科设立 EICU 的嘛。是啊，但就这个院里面上上下下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的。他们就觉得 EICU 和 ICU 是重复的投入，消耗了巨资，挤占了他们的经费，所以我才在全院大会上向您、向所有的医护人员下了军令状。这1年 EICU 但凡出现任何的问题，效果不佳的话，我们都得自己关门。我这1年也是卯足了劲儿，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岔子的。今天您非把白卓调到我急诊科来，我是怕我 hold 不住他，他真的会给急诊科带来大麻烦的。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你要相信我，我把白竹调到你们急诊科，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像白竹这样的好苗子，就需要好好磨练。你们 EICU 需要更大的发展，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嘛。可是，别可是了，你就听我的吧。我敢给你打这个包票，没准过几个月，我把白竹从你们急诊科调走，你还不乐意呢。真的。院长，我请吧。哎，白医生来上班。哟，新外一把刀来我们急诊了，欢迎欢迎。哎，他们没给你准备个欢迎仪式啥的？准备了，我没去啊。哎，要不你歇会儿，我帮你磨吧。你磨的能喝吗？话里带气呀。行啊，你就尽情的看我笑话吧，反正我在这儿也待不了几天。来都来了，多待几天怎么了？咱俩好不容易办公室，你不开心吗？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急诊科的人啊。不用，不想认识。陆妈就不用介绍了。萧燕呢，你也认识了。我带的那个住院医叫陈志，你也见过。唐华呢也是住院医，就是那天说你特别不礼貌那个。因为他最瞧不起就是你这种浑身优越感还磨咖啡的人。这标签是你贴的吧？哎，还有呢，就是护士长江山，是咱们急诊科的大管家，做什么事儿特别认真负责。雨人，哎，主任，报告病床的病人，你去看一眼。哎，好，这就去。好好聊。白竹，我知道你不想到急诊科来，但是我想跟你说，既然来了，就要在这儿好好工作。主任，你也应该知道，我来急诊只是院长的权宜之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转回心外。所以眼下我们俩最好相安无事，谁也别招谁。啊，您别生气啊，你们 EICU 下午就要正式挂牌了，生气影响工作，可能还会影响您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对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升官发财也属于正当追求啊，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您成天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不就是担心出了岔子，影响自己转正吗？真是不可理喻。患者腹痛来的时候多次腹泻，血压偏低，体温39度1，做了血常规跟大便常规，白细胞偏高，应该不是普通腹泻，会不会是食物中毒啊？大夫，孩子的病怎么样了？我帮你检查一下。这个情况不大乐观。大夫，这什么病？这是这么多瘀斑，会不会是病毒性菌痢啊？大便常规正常，不像是重症菌痢的表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夫，这病好治吗？放心吧，不难。小朋友，头疼吗？头不疼，肚子疼。患者没有明显的呕吐、头疼，脖子没有抵抗，应该不是流脑。对呀，流脑不会引发腹泻的。到底是不是采了瘀斑上的血？做一个细菌突变不就清楚了吗？花儿姐，我出来了，怎么样？就流脑。大夫，那您赶紧给治治吧。病人家属，流脑得转去传染科。这样，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联系一下啊。好。可流脑为什么会引发腹泻呢？它是流脑并发华府综合征，后者会引发肠黏膜出血，刺激肠道出现腹痛、腹泻。刚才我要是不在的话，你们可怎么办呀？哦，我刚想起来，可能肖医生是因为刚回国，有一些水土不服。我认为一个医生就算再厉害，也不能保证诊断的100%正确率。但如果一个科室的医生群策群力，就能将误诊率降到最低。肖医生说得好啊，这个就是集体的力量。哦，原来我刚才的表现叫群策群力，叫集体。好了，这样，大家赶紧把手上的活干完，一会儿除了值班的，都到门口去参加揭牌仪式，好吧？听说了啊，在海龟面前秀了一把高超的医术，爽吧？满不满足？别憋着啊！肖医生，刚刚诊断出流脑的，要是你就好。患者可以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话是没错，可我就是瞧不惯白叔那副狂妄自大的样儿。你知道他为什么主动去给那个患者诊治吗？这是他的工作呀。这事儿跟你有关。
书今天就会印发给你们。活到老学到老，新书就要按新方法来。好，等文件下来了之后，我一定认真贯彻学习。我们把肖医生请过来，别以为光是给你们增加了一位优秀的急诊大夫。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在急诊医学上独树一帜，而且肖医生有无国界救援的经历，你们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哎，等以后你还得多辛苦，给我们科里边出谋划策啊！想麻烦2位跟我来一下这边。主任，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你想，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道别在心里练几遍，省略了客套的寒暄，拥抱喂饱了想念。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自己画的句点，自己花园，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好人别哭，这一生没辜负。现在我懂，受苦的不是我，而是陪我来的你。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好人别哭，这一生没辜负。现在我懂，受苦的不是我，而是陪我来的你。